我是吴浩宇，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做老师，在广西有一个工作室。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，发现了陶艺，让我特别的兴奋。我问我爸爸，我说我想做陶艺，他说什么是陶艺？你喜欢就去做吧，如果做不成艺术家，回来有碗粥给你喝。很遗憾嘛，父亲在第2年他就不能陪我一直走到最后。这股力量支撑着我去实现一个当年对于父亲的这种承诺。做陶瓷这件事情，它的工序特别的多。广西它不像在景德镇，条件不便利，去了离南宁将近有90公里，好几个地方进行了考察。就地取材，从泥土开始，把它碾碎，打成泥浆，自然的过滤，就是我们最好的制作器物的原料。釉料包括拉坯、修坯、喷釉、烧成，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这种状态。制作手作器物的时候，定了一个调性，以实用为美，颜色特别的深重，特别的轻薄，带给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。你会想放慢你的动作，我想这也是泡茶的本意吧。我在研究生毕业以后，重新的开始思考对于陶艺这种创作方式的改变。邂逅的这种创作，即兴的这种方式可能很适合我，在复印纸上就随意的乱画，线与线的交接所产生的空间化的变化，特别有震撼力。08年到11年，邂逅系列做了3年以后，很想去突破这种状态。有一天的中午，在景德镇有一点点微醺，路上我就发现了一颗石头，放在转盘上，看了它很久很久。在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下，我就觉得应该有一根锋利的线直接穿越它。我也没有画任何的草图，在石头上喷一些水，用瓷泥直接上手，效果让我特别的惊讶。有一个系列的作品，它是跟器物结合在一起，器物藏在石块里，被拉扯、被变形、被挤压，跟人的这种生存状态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挤压，它还是呈现出生命极具的张力。到后来，我用了纸张，它是一种文化的载体，暗喻着人的思想它是无穷的，它可以很轻易地把很坚固的石头打开。但有一些特别巨大的新石器，可能用瓷器这种方式无法呈现出来。2020年底，我又开始尝试了金属的材质。霍利系列是一个偶得，不小心把温度升高了，它完全坍塌了。第一眼看到我心碎，特别的难过。但是当我把它抬到我们工作室的小庭院，侧立面的这种美感可能是人手所不能达到的一种状态。我后面用故意温度升高的这种方式，把一个很完整的器型变成一种自然的坍塌。这种坍塌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，不破而不立，重新的去理解生命的柔韧劲。可能正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吧，10几年来我都会保持一种特别纯粹的心境。14年的时候，我租下了现在的工作室，整个2层呢分成2个空间，一个是艺术展厅，一个是手作器物的展厅。通过一个桥梁把它连接起来。
从精神到物质的一种转换吧。平时往返于北京和南宁之间，孩子可能还很小，自己内心里面其实还是非常的内疚，并没有像做艺术那么潇洒，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感吧。给了他一块泥，他可能会玩一个下午。我突然想到，人类对于泥土这种热爱可能是与生俱来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从泥土来，然后随土而去。